过年期间，我们也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这个星座。如果你是不同的12星座的哪一个星座的话，你总要理财吧？今年你应该要怎么做理财？等一下请小孟老师来告诉我们。另外，除了钱是大家在过年期间会来聊的议题之外，爱情运怎么样？怎么样可以有一段比较好的爱情呢？等一下也会请小孟老师就这个星座的部分来帮我们做分析。先来讲理财，今年应该要怎么理财呢？应该要弹性操作比较好，还是我就冲了？反正就是勇敢下单，看到强势股我就进去，然后冲一段，还是应该要做一个比较小心一点的投资，逢低做加码，敢于认赔，还是要积极操作等等。针对不同的星座，我们请小孟老师来给我们一个2026年的新年投资指南。12星座谁比较适合冲一下？谁比较适合稳定型的投资？小孟老师是那。老师呢，在最近有没有抽了牌？有没有显示出来？就是因为2026好，就是对应到我们的塔罗牌是10，所以代表说今年在投资上面的话，台股动能还是蛮强的。好，所以说也在做投资理财的人，就是像美股啦、台股啊、倍半啊、纳斯达克，就是都还会蛮能够创新高的。好，但是有几个星座都一定要小心谨慎。那有些星座你就是你不会怕的话，你就大胆迈进。好，那老师赶快来揭晓哦。首先，我们先来揭晓弹性操作的。好，什么叫弹性操作？就是我想要就是赚它的净值，又可以稳定一点。好，那第一个就是牡羊座。那牡羊座呢，喜欢波动。就是他不想要赚那种小小的，好，而且心脏比较大颗，所以你比较喜欢享受过程，所以老师也建议你可以弹性一点，好，那再来就是射手座，射手座呢就是想要稳定又要赚快钱，所以说，射手座，你如果今年你看到说，投资市场上面像有一些比较大型的全指股，你都可以下去操作，好，再来就是天秤座，天秤座很会计算的，像刚哥就很会计算，好，就是什么股票有没有，我可以闻到。就是市场要反转的讯号，我就可以华丽转身，华丽的出场。好，那今年你也可以找到一些就是比较好的标的类股，好，就可以知道说怎么样就是低买高卖，好，可以赚到那个波段指数的一种价差。好，刚刚有没有什么想要投资的？没有，我老实讲一句，对于股票我是属于就是长线的哦。我不是那种就是说会看着波动啊，像咱家常讲 ETF 啊，是稳健布局。那种像 ETF 的话，我始终都没有都敢，不太敢碰。是。其实我最主要的投资是在房地产的，等一下我会说。好，没有问题。然后接着下来我们来看积极操作的，就是狮子座。为什么？因为狮子座的人他们个性本来就是比较勇敢、勇猛，没有在怕的，所以你可以勇敢下单，这样赚比较快。好，再来再来就是摩羯座有没有逢低加码？好，为什么？因为摩羯座的人他知道要逆这个盘势。好，譬如说当大盘在下跌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这个时间点如果来加码的话，搞不好可以赚一个比较大的波段，但是一定要记得哦，一定要是那种加那种大型全指股了，不要去加那种什么标股，或者是人家就是告诉你的一些什么小道消息，那就比较危险。再来就是天蝎座，就是敢于认赔。为什么？因为像天蝎座人看到市场在下跌的时候，他就准备一笔钱。好，比如说现在市场跌很深，然后我看到台积电还不错，我就放一笔很大的钱让他赔，让他跌都没关系。为什么？因为他早晚都会回弹。好，所以我是觉得天蝎座他天生就是有敢于认赔的那种心境，所以他就可以反转。好，就是你要说 V 转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稳定操作，你看好多个星座。好，首先我们先来揭晓双子座。好，双子座他们就是那种不想要一直盯盘，也不想一直看 K 线。好，所以你就是把它放着，让这个就是像 ETF 啦，或者是让基金公司去帮你操作。再来巨蟹座想要安定感，因为巨蟹座很顾小孩子顾家人，他们怕说我把一笔钱丢到投资市场，万一如果赔钱了啊，我的孩子学费怎么办？好，所以他还是比较顾家的。好，再来是处女座想要睡得早。
因为处女座的睡眠品质比较差，所以有的时候下跌哈，晚上会一直想，我想说，为什么会跌呢？然后手机会一直看呢，我就说为什么现在一直跌，然后上班都会一直偷瞄所以要特别注意。那水瓶座就是赚都会花的比较多一点，为什么？就是比如说看到这个股票赚多了，会想说差不多应该要出来了，搞不好它之后会跌，所以出来之后又不知道要放哪里，可能又会拿去玩或者是出国一趟，或者是招待同事家人，所以老师建议稳定的布局会比较好。再来就是双鱼座，双鱼座是想很多的人涨多了他会一直不断的想，所以老师也建议是说他不要再想了，就是放着稳稳的就好了。再来就是金牛座，他会一直害怕就是赔很多，他不敢过度承担高风险。所以老师建议以上这几个星座有没有？就是稳定的，而且台湾的有一些像那种。市值型的 ETF 都蛮厉害的，所以老师也建议就是你们都可以往这一块去做操作布局。好，干哥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投资的案例？刚刚讲房地产嘛，我其实说句实在话，觉得我们在台北，就说我们就一般的年轻人，我都建议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有一栋自己的房子。我的观念是这样。当然，就说因为世代交替的关系。像我们都已经是有一定的年纪了，那我在投资房地产上面有一些心得，所以说我其实通常都是买在对的时段，然后有对的获利那当然你说可能现在在台湾的房地产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样的蓬勃，但是我觉得人还是要有恒产。如果说人没有恒产的话，人就不会固定，就会漂泊，所以。如果你投资在房地产，也许现在的门槛比较高，但是如果说你可以得到家中长辈的协助的话，应该是以房地产为主要的标的。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刚才小孟老师有讲到说要大胆的投资，我有一些朋友30年前，他站在那个电视墙前面，他可以画出整个今天的股票走势图，什么上什么下，画的你会觉得他跟分析师一样厉害。画的最好的，分析的最好的，30年以后跌的最惨的就是他。没有，我开玩笑。我开玩笑的意思就是说，我处理股票也是有一种原则，就是说，股票我一定选绩优股。就像巴菲特，经营之神他有讲过，他说你投资股市第一个原则就是可以不赚钱，但绝对不能赔钱。这个听起来很容易，对不对？实际上一点都不容易。只要你能够确定，因为你必须要做功课，你只要确定你不会赔钱，这样你就成功了。还有第二个原则，什么？第二个原则就是永远记住第一个原则。意思就是说什么？很简单。我是股神，我是巴菲特，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不要好高骛远。如果你没有做足够的功课的话，当初我买可口可乐。到最后，可口可乐，我现在用30倍的价钱，我等于现在已经赚了30个可口可乐的标的了，巴菲特真的操作成功了，但是他失败的也很多，你知道吗？他失败的非常多。还有一位叫做小米的雷军雷军花了5亿3千万人民币去买了一个叫凡客，非凡的凡，客人的客，凡客，它这是一个。电商系统，花了5亿3千万那个人民币，后来也垮了。所以其实他那个雷军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投资上面，但是看了那个结论之后，我们就知道是说你不了解的、你不懂的，就不要去碰它。是，你一定要了解它，你才能够跟上去。所以我是建议大家说，比如说我自己有投资经验的，房地产是最稳当的。再来，股票要放长线。为什么呢？因为股票，我的股票已经股息升股止了但是我绝对不会说，我今天放进去，我可能下个月我就要获利，或是3个月以后我要获利，我不会走那种短线，对。好，这个是有关于投资，那谢谢干哥跟我们做的分享。那来问问小孟老师好了，因为我们的观众其实也想要知道，除了投资之外，就是爱情嘛。是。今年的12星座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些人想要脱单啊，有些人想要找一段比较稳定的爱情、细水长流的爱情、轰轰烈烈的爱情，应该怎么做评估呢？没有错，我常常都听到很多
就是我的顾客啦，都会说，到底我要怎么样可以去交朋友？因为现在就是手机越来越多嘛，大家都不外出，好聊天，好，所以但是老师也要教各位每个星座的人要怎么去做是最好的。好，首先我们先来看到是牡羊座，牡羊座你一定要主动出击。好，为什么你要透过交友软体？很多人都说，可是老师交友软体都是诈骗很多但是他如果要骗你，你应该感觉得出来，对不对？就是要教你要投资的啦，他跟你讲说他是银行，好，或者是他是什么虚拟货币的专家，好，要借你的账户的，那你就要小心谨慎了，对不对？或者是约了半天都不出门的，好，都不跟你见面的，那也是怪怪的。哦，所以就是还是要主动出击去找那个另外一半哦。好，再来就是金牛座，透过亲友介绍，好，就是可以帮你找到。就是好的良缘，因为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就说：“哎呦，那个我的爸爸妈妈啦，或者是我亲戚啦，帮我介绍那一种，应该说是很熟的、很台的。”我就跟他们说：“不会呢，人家有些就是介绍的也都是不错的，都是顾家的，都是孝顺的，是不是？好，再来是双子座，就是过往的朋友，好，你可以找一些你以前的大学同学、国中同学，透过这些人，好，再看看他们有没有其他的人可以帮你介绍，好，可以从过往的朋友聊天寻找到。”好，另外一半在巨蟹座可以从一些团体聚会，尤其是宗教活动哦。很多人都会说，老师宗教活动会吗？有啊，像教会，好，里面有一些人都是好人，好，还有一些就是像一些什么佛教团体里面也会遇到像婆婆妈妈，婆婆妈妈很多他们的孩子，对，就是都在找另外一半的，就透过里面的人，是不是有共同信仰？再来是狮子座，可以透过旅游好的一些包团活动里面找到真爱刚刚你也可以去就是报一个旅行社，在旅行社里面就是你的驴友，就是你的另外一半，真的就有桃花，还有就是试试看，不需要桃花了，没有错，还有就是还有些人可以在海外有没有？你可以到了异地之后，透过交友软体，或者是到海外之后，你可以找一些帅哥美女帮你拍照，搞不好帮你拍照那个人就是你的真爱。好，再来就是处女座，可以透过一些财商聚会，好，有些财商讲座，你就勇敢的跟在座的现场的一些参加的人，勇敢加他的 LINE， 一起聊一些财商的东西。好，再来我们来看天秤座，天秤座可以透过婚友团体，好，或者是相亲活动，好，来就是认识到另外一半。再来天蝎座可以透过一些心灵课程，因为在心灵课程里面，很多人都是想要去找真爱的，或者是在修补过去的那些恶缘的，对，他们都会来。搞不好你在里面可以遇到一些良缘。好，射手座可以从工作周遭，好，你可以看看说，有没有一些像什么便利商店的店员啊，或者是一些老板啊，有没有？就是小吃店的老板，如果对你释放暧昧的电波，释放暧昧有，今天我学到金句了，我们出去要释放暧昧这样子。是有，像我的客人有些跟管理员是，就是两个人就在一起保全人员因为那个保全一直不断对他释放暧昧，是，再来就是摩羯座。从事志工活动会对你找到真爱而且志工活动里面的人都是良善的，还有健身房可以找到一些健身教练，或者是在跳有氧舞蹈的时候可以认识到好的人。水瓶座可以从读书聚会里面，或者是报名一些读书会，还有参加一些你兴趣的协会，也都可以遇到。再来是双鱼座，可以找那个1对1的交友的一些活动，现在有那种 VIP 的顶级的，就是你要付比较高一点点费用的，里面找到的都是有些是富二代有一些是有质感的，有筛选过的人。小汪老师可能意思就是说，像这种志工活动啊，或者读书聚会啊，这个因为他的参与的分子都比较单纯一点，比较单纯一点。对，所以说你去碰到他的话，不太会像是就说这个是群体的有目的的，他们可能他们的出发点都是良善的，都是良善的，在这里面会遇到比较好的姻缘，这样是的。所以以上这一些有没有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好，谢谢小孟老师，2026年的这个投资啊跟爱情运势特别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做参考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